大家小伙伴下午好啊！今天是2月17日，然后呢，我们先讲一个什么是资本市场，我们理清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些逻辑。那么这个市场是怎样一个市场？然后后面呢，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去给到2个标的的一个潜在的买区。那么资本市场呢，它是一个二次财务分配的地方。那么而很多人呢又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什么一个赌场，但是呢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不这样认为啊？赌场和彩票这两个东西呢，它都属于统计学范畴，而交易市场呢，它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那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和赌它本身就区别很大。那在这个市场呢，它是利用风险兑换收益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咱们的风险，但是未来不管是我们的人生也好，还是我们未来的交易市场也好，那么没有办法预测，它是一个混沌的市场。所以说呢，它就唯一咱们能控制好的只有你自己亏多少钱你能确定，那么风险你可以确定。所以说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并且呢是一个风险兑换收益的一个市场。那么因此呢，风险和收益它是相互相成的，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把风险去除的同时呢，把收益把利润同样也随之去除掉。就像我们所谓的美丑善恶，它们之间也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单独开来没办法形成对比，对吧？所以说你没办法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的主要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个你的风控问题，第二个呢你的技术面，第三个你的交易心理。因此呢，在这个市场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用可控的风险去兑换呢博弈出大的收益。那么在这个市场只能做到三个东西。那么相当于说你在研究技术的同时是增加你的胜率和你的就是入场和出场的一个逻辑。那么这里面呢，我自己我们这套交易系统所能做到的就是只有3种结果：小亏、小赚、大赚，只有这3种结果。那么为什么说只有这3种结果呢？是前提是你在可控的风险之内，然后好的一套交易系统，然后严格的去执行，然后最后长久下来就做到这3种结果。那么如果你还能你出现了大亏损的结果，那往往不在技术的问题，往往在什么？往往在你的风控的问题。所以说就不要去追寻今天这个交易系统它带来的缺陷。那每一套交易系统它都有缺陷，它没有完美的交易系统，它的缺点和它的优点是相辅相成的，没办法去完全去除。好，今天我们呢前面就大概花5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个东西，那后面呢我们来看看以太坊的一个好的买点。那首先呢2个点，我们呢对以太坊呢从大周期往小周期去看。首先我们打开周线图表周线图表。那么周线图表很确定首先方向底高多头，然后结构这儿有一个双底的结构，这儿有一个杯柄的结构，所以说是2段多头结构，对吧？唯一一个空头结构在这儿。那么自从拐点被破掉以后呢，然后整个从周线级别呢就没有再支撑它做空的条件，没有结构来支撑它做空。所以说呢，我们就有2段斐波那契
以双底的颈线左边的低点，第一个我们标出来，第一减持位1.272到1.382，那么第二目标位2到2.618，那么我们拉出第二弹多头结构，同样拉出第二弹多头结构，这个杯柄结构。那这一弹多头结构的第一减持目标位和大的双底的目标位是形成重叠，第二目标位也落在2到2.618。所以说我们从大的周期来确定了方向，定好了结构，那是多头。所以说未来我们的操作思路就是以做多为主。所以说最早呢，回到颈线附近两个颈线，第一个就是这个大的一个双底的一个颈线位，我们用一个蓝色的线来标注。第二个就是杯柄的这个颈线位。那么在2024年的1月1日那一天回到了两个颈线买区的附近，然后形成了多头的延续形成了多头的延续。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反转结构之前和空头结构之前，也就是我们一定做的交易一定是在买区找买点做多，而在卖区找卖点做空，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那么就目前为止更大的结构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它有周线级别的买区和卖区。那我们切换到日线，然后整段结构从这一段我们研究这个波段，那么这个波段呢，它就是存在的一个就是日线级别的完整的一个波段。那日线级别完整的波段呢，它的买区就落在0.382到0.618，那么而行情呢也是顺利的回到了0.382到0.618，然后这个买区，然后给到了盘出了新的买点，也就是这儿有一个2次筑底的一个多头结构，所以说做了多头的延续，因此我们在这儿能拉出扩展目标区，所以说基本上是破了前方高点，然后现目前位置呢再做回落。如果单纯的研究这一段的上涨，那么新的买区应该落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新的买区应该落在0.618到0.382的区域，恰好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当时在2024年1月12日那天的这个高点，那么这一段多头结构被突破，我们说过高点破扩展出，那么破了高点，那么顺势上方的扩展目标就出来了。那么如果研究这一段大的结构的话，上方同样是存在大的目标，那好的买区就落在颈线位、颈线附近，呢它就是另一个好的买区，那么也就落在$2720附近一个新的买区。那么2720附近呢，恰好也是 Vegas 通道1小时的通道重叠区，所以说最好的买点呢，接下来应该关注的是买区内形成的买点，然后在这儿做多，你的胜率和盈亏比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那么咱们明天再见。